大家好，我是罗伯特。华人骗子很多，犹太人却是地球的钱袋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华夏传统的智慧精华之一就是诡诈，所以大部分华人都懂得欺骗。孙子兵法更是开篇就说：兵者，诡道也。华夏传统的智慧精华，还有嘴炮诡辩术、阳奉阴违、颠倒黑白、指鹿为马、偷换概念、莫须有、疑罪从有，充分发挥众口铄金的技能。我怀疑你是个骗子，所以你是个骗子，是不是很熟悉的逻辑？孔老二杀邵正宝就是这么玩的。诡辩、栽赃、陷害的华夏经典案例：假道伐国，暗度陈仓。李代桃僵，36计，皆是华夏智慧的经典案例。核心是啥呢？当然是诡诈了。所谓华夏智慧的精髓，不过是阴谋权术而已了。仁义礼智信，温良恭俭让，骗小孩子的而已，信了你就完蛋了。那华人全都是骗子吗？当然不是了。华人骗子很多，不等于华人都是骗子。华人很多骗子，不等于华人大部分都是骗子。华人大部分人都不是骗子。为什么听到说华人很多骗子的时候，大部分华人都很生气愤慨呢？谁叫别人说的是华人呢？你也是华人一份子，即使你不是骗子，当别人说华人很多骗子的时候，你也就有了嫌疑。按照疑罪从有的华人思维惯性，你会觉得你也被包含了。大部分人都会在意自己的名声和荣誉的，也就是要脸的。华人骗子那么多，大部分华人也就跟着觉得被戳脊梁骨了。犹太人呢？犹太人里当然也有骗子，但比之华人少之又少了。犹太文化也有不好的地方，但我不想展开了。咱今天说点犹太人的2个优点。第一个是爱好知识。有多少犹太人在科技领域有所建树，不用讲了吧？弗里茨·哈伯，这是德国犹太裔科学家，他做了什么？感兴趣的可以搜索一下。犹太人读书的习惯据说非常好，当然，我也是听传言的。我没有实际调查过，大家都这么讲，各种信息都在这么讲，他们这样子。
第二个是契约精神，只要是读过成功学的，应该都了解过犹太人经商智慧在于他们的契约精神。即使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下签下的合同，犹太人基本大概率都会认账的，不认账的也有，比例肯定比华人少之又少。当然，他们因为对承诺的遵守，他们对合同的条款细节会非常认真。万一条款出纰漏了，不会毁约的他们会吃亏的。很多人仇恨犹太人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了，也许因为他们是地球的钱袋子吗？也许他们掌握的财富太多了吧。我其实已经告诉了大家，犹太人为什么会成为地球的钱袋子，那就是犹太精神之契约精神。犹太人简直就是契约精神的代言人了。当华人在沾沾自喜自己的钻机取巧的小聪明时，犹太人则在坚持遵守承诺的大智慧。钱是什么？交易的物品的价值的尺度，交易的中介物。信用是其核心本质属性的。既然犹太人这么遵守承诺，有契约精神，当他们从事银行业和其他行业的时候，口碑使然呢，他们的交易就会很容易。都说劣币驱逐良币，但是犹太人给大家上了一课，他们是劣币驱逐利，他们是良币驱逐劣币，不能遵守承诺的都被他们竞争下去了。他们以信字最终成为了地球的最富有的族群，信用也成为了他们族群的属性。昨天有讲民主社会的核心是金主，对吧？暂时还不说这个核心的原因。金主怎么炼成的？请看犹太人，华夏智慧是诡诈和谋略，犹太精神是知识和契约。没有诋毁华人的意思，但肯定又要有人说我反华了。难道我说错了？为什么我说华夏文化的不好的时候，总会有些人冒出来唧唧歪歪呢？这又是怎么样的一种集体意识思维模式呢？改天再展开。今天就这样吧，大概抛个砖先，明天见。